由吴磊、徐娇、赵露思等人主演的古装爱情剧《星汉灿烂》正在热播中。该剧的剧情跌宕起伏，情节诙谐幽默、轻快搞笑，是一部十分下饭的好剧，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在最新剧情中，性格软弱的楼瑶最终出局，与程少商退婚。男主宁不疑抓住这个机会，成功向程少商提亲。袁善见羡慕嫉妒恨，再一次化身嘴强王者，诋毁程少商，实际上是自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最终把自己气歪了嘴。还有就是抢了程少商第一任未婚夫的何昭君也是个狠角色，亲自手刃仇人，将萧世子枭首，为家人复仇。楼瑶悲惨出局，宁不疑成功向程少商提亲。在《星汉灿烂》中，楼瑶是一个性格软弱的角色，在楼家被大房欺凌，在外处处被何昭君牵着鼻子走，反正动不动就是被人劈头盖脸一顿骂，丝毫不懂得反抗。在最新剧情中，因为一系列变故，导致楼瑶与程少商亲事历经坎坷，结果最终到头来还是走不到一起。因为何昭君的缘故，程家只能够选择退亲，软弱无能的楼瑶只能选择认命。宁不疑吃一堑长一智，抓住机会直接向程少商提亲，生怕再一次被别人截胡。尤其是楼瑶与袁善见极其不甘心，总会想办法搞点幺蛾子出来。袁善见羡慕嫉妒恨，嘴强王者最终气歪嘴。在剧中，楼瑶至少还算是和程少商谈过一阵恋爱，虽然最后有缘无分，没有能够走到一起，但是恋爱该有的甜蜜，楼瑶也算是体验过来，不算太亏。楼瑶悲惨退场之后，宁不疑逮住机会向程少商发起猛攻，最终俘获了程少商芳心，自然也是要开始甜蜜恋爱，疯狂撒狗粮啦。这样一来，在袁善见、楼瑶以及宁不疑三人中，就只剩下袁善见这个可怜的娃还没有和程少商谈过恋爱，甚至连手都没有摸过，怎一个惨字了得。袁善见也算是对程少商一见钟情，第一次想要以抛虚球的方式向程少商表白，但是阴差阳错被拒之后，袁善见就改变了追求方式。袁善见明明很喜欢程少商，可是每次见到程少商却总是要嘴硬，专门挑程少商的缺点来打击他，导致袁善见在程少商心目中形象大跌。在楼瑶与程少商在一起时，就各种坏话，各种不看好楼瑶和程少商。等楼瑶出局之后，又被宁不疑捷足先登，气得他语无伦次，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程少商歹毒、谄媚之类的话，真的是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啊！好在宁不疑根本不搭理袁善见，这更让袁善见抓狂了，那种羡慕嫉妒恨全部转化为了言语攻击。只可惜他这个嘴强王者最终也只能气歪了自己的嘴。有颜只有才华，袁善见为什么追不到程少商？袁善见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光环，相貌堂堂，出身高贵，才思敏捷，满腹经纶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毕业于高等学府白鹿山书院，师承大名鼎鼎的皇甫仪，还是其得意门生，曾带师汴京，名满都城。太多的光环让袁善见生出一种无敌是多么寂寞的孤独来，而排解孤独的方法说出来你们千万别笑。没错，就是城邦每年上元灯会的灯谜。他稍作打扮，往2楼包厢里一坐，听酒楼老板像报菜名一样将谜面报上，不出几秒，档案就从2楼包厢飘了下来。我严重怀疑袁善见是听家酒楼老板请来的托，名人效应古今都一样。而且一眼望去，这家酒楼还算高档，勉强入得了袁公子的眼。就是有一点挺遗憾，他年年都来，猜谜却始终未逢对手。程少商大概是听进了袁善见凡尔赛十足的呼唤，于是带着李宫女的自觉出现了。为了一谈千里醉，他轻松松地解了袁善见出的数学题，并且成功地引起了袁的注意。可惜智商高不代表情商也高，当袁善见将这个球抛到初次见面的程少商怀里时，不光少商慌了，我也慌了。哥哥，你这样是追不到女孩子的。果然，绣球被原路抛了回去。于是自尊心有一点受挫的袁公子开始了慢慢作死路。
他想方设法的去接近陈少商，搭讪他，取笑他，明明心里很在意，说话做事却让人爱不起来。比如偶然撞破娄瑶和何昭君谈话，前一秒还在和少商聊天的袁善见，马上就悄悄躲了起来，留了陈少商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得知少商与娄瑶定亲，借着温书之名套出娄林二人与少商的关系，还不忘了挖苦陈少商，说他满腹算计，心思深沉，说阿瑶要是娶她，小生折损家族与自身。口是心非的人我见着不少，这样心中牵挂的要命，面上却依然装腔作势的人着实不多。袁善见的毒舌注定让他的爱情之路充满了坎坷。然而细想想，像袁善见这样的人，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常见，恃才傲物也罢，孤芳自赏也好，总有那么一些人蜷缩在自我的世界里，不肯轻易打开心扉。优秀是真优秀，寂寞也是真寂寞。他们的心不坏，却总是出口伤人。他们明明想表达的是爱，说出嘴的却是伤害。灯湖上的一眼成了袁善见心心念念，可是被捧上神坛太久了，见过莺莺燕燕的狂热，他不知如何卸下陈少商的冷淡，只能反其道而行之，逗他、讽他、威胁他，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他的注意力。有些扭曲却很有效果。陈少商记住了袁公子，与世家女印象中的截然相反，不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，更像是满心算计的腹黑小人。一段爱情还没有开始，已经在走下坡路了。开局这么难打，几乎能想到以后漫漫的长路要如何艰难了。难怪苦等5年，他依然什么都没有。